我就是喜欢不喜欢我的人，不光是我，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那种看起来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人，这是人骨子里的挑战欲。但是很遗憾啊，大部分兄弟只看得见危机，他看不到机会。在面对女人冷淡或者说回消息慢，甚至是拒绝邀约的时候，他会慌，会追问，会做出一副舔汪汪的姿态，最后呢就亲手把这个女人推到了别人的怀里。当然焦哥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女人冷淡你其实就是二次吸引的绝佳时机啊！只要掌握好节奏，那她情绪为你波动完全不是问题啊！我今天会用一个交付完成不久的真实案子来给各位分析一下，在女人冷淡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怎么去保持框架，怎么去二次吸引。这个兄弟啊是93年的啊，在大厂去做销售经理的，年收入呢有50个打底，还是不错的条件啊。他喜欢上一个实习生，那个女孩呢，她其实是夜场退役选手啊，我后面就发现啊，真的是蛮会玩的。这个女孩从刚进公司开始就对这个兄弟非常热情，就给这个兄弟单独送咖啡，单独找兄弟请教工作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给兄弟送便当啊。那这个兄弟呢，他是比较单纯的，也没有什么感情经验。对这样一个年轻有能力还高情商的女孩，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有一次啊，他们出去团建，大家呢都喝了点酒，女生呢就俯身在兄弟耳边说什么，问了一句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女孩会用的废物测试。她想要的是答案吗？当然不是，她想要的是那种拉扯博弈的感觉。但是兄弟不懂啊，他听到这句话，心跳直接180，结结巴巴的说了一句什么：“对呀，你怎么想的呢？”结果人家女孩看了他一眼转头就给大家说了一句：“经理喝多了，谁送他呀？”之后呢，这个女生的态度就明显变了，之前的热情呢没有了，消息呢也不咋回了。兄弟呢就开始每天去追问甚至去关注这个女生的所有的动向还开始去干嘛送礼物，但是呢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来找到了我嘛。其实很多兄弟都是比较要面子的或者说以前经历的感情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就会选择放弃。他会想，老子什么样的找不到结果等个1周半个月的，看到人家谈恋爱了，又会开始着急后悔了，对吧？所以放弃肯定是一个强者不该做的事儿我也跟很多兄弟说的很直白，女人冷淡一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你的状态吸引不了她了。就像兄弟最开始高高在上，很有态度，女人呢也是非常主动的，结果轻轻一撩，直接化身纯爱战士，2个眼睛写满了单纯2字，还消息轰炸，摇尾乞怜的求关注，那兴趣值自然就下降了。要知道感情的美妙就在于博弈和拉扯，那种确定又不确定的感觉才最让人着迷。所以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呢，就让这个兄弟暂停一切主动行为。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女生觉得兄弟已经知难而退了，放弃了，追不动了。而且在这个期间，我也一直在给他恶补功课，扭转他对两性思维的一些认知。因为之前呢，兄弟一直让女生就是有问题跟他对接嘛，所以女生就有一天给他发了个工作消息，说刘总，你现在有空吗？上周那个客户可能要面谈一次，他还有很多顾虑。OK 很客气，很冷淡，不过没关系，因为过了2天，这个女生对兄弟的撤退行为还没有实感，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当时呢，我让兄弟是这么说的我们直接说，你这叫越级上报，知道吗？有问题先找组长处理这里呢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经济学原理了，叫做损失厌恶。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人对失去的痛苦远大于得到的快乐。就像创业一样，你签下了一个30万的单，你可能开心1天2天，但如果说你损失了一个20万的单子你可能会记1年，对吧？甚至后面每次谈客户的时候，你都会想到这个20万的单子是如何失去的，不能再踩这些坑了。那感情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要撤就要撤得干净，让他真切的去感受到失去。就像之前这个兄弟已经对他是特殊的不能再特殊了说个不好听的，他在部门里面可以说是能横着走的那种但是现在一切重来，特殊待遇没有了，后门也不开了，那女生还能保持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吗？显然不能。但是比女生先稳不住的人肯定是兄弟，因为才接手3-4天了，这个兄弟对我讲的很多东西他是还没有达到内化的一个效果甚至他还会有点质疑我，他完全不知道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能够燃起女人对他的兴趣值，因为他还没那么懂人性或者说他懂了，只是表面懂，他还不知道怎么用，他也不知道这些其实能够让女人怀念起他之前的好，才会去肯定他之前的好。这个兄弟他就只是担心这个女人会不会因此而离职，会不会一气之下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弱者才会害怕失去，强者只会想我要怎么拥有。
啊，既然选择了，就别质疑，别反驳。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各位也是一样，不管是视频的内容，还是说给各位制定的这个1v1方案，一定都是实践过、大量实践出来的经验。也就是说，我给你们的东西都是经过反复打磨，并且有结果去论证的。人都是相互的，我全身心投入的帮各位，也希望各位能够全然的相信交割。OK， 我们再言归正传回来。那兄弟沉默之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嘛。后续呢，我就开始打造他的这个价值，给他制造吸引。首先呢，就是朋友圈打造。我要求兄弟，不管是和同行活动交流，还是说是跟自己的朋友去私人聚会，都一定要做到每一场的参加都要拍下来我教给他那种质感的照片。这个目的很简单，朋友圈展示也叫做价值展示。这人嘛，都是非常现实的。你是奢侈品，他就会把你当宝贝；你是地摊货，他就会把你当备选啊，这个是人性啊。所以现在我就要让兄弟纯实价值，让女人知道你之前了解的不过是1/1000的我啊，真实的我呢，有生活，有事业，有内容，而不是只有感情。大概过了7、8天吧，女生的态度呢就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因为上次女生被训了之后呢，本来就已经没有找兄弟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就给这个兄弟发消息说：“刘总，我这个月的 KPI 提前完成了，哎，你之前说的奖励还算吗？”女人这句话啊，其实就是在含沙射影的问兄弟，之前说的要对他好，给他的那些承诺还算不算话啊？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因为公司奖励这种事儿都是有规章制度的啊，都是公开透明的，不用问。那他现在来问，就是在找台阶了。啊，当然我前面也说了嘛，感情要拉扯，要学会博弈，所以他稳不住，我们就要稳住。啊，当时我们是这么回复的啊，表现好当然有奖励了啊，高手之间从来都是心照不宣。那女生就说了呀，那我可以把奖金换成另外的东西吗？哎，我们就说什么，你按规定来，你现在的位置还不能跟我提要求。那这一次之后呢，女生的态度是明显软了下来，甚至明知道会被说，还是要来跟兄弟请教问题。那这里呢，算是我们的一个2次胜利吧啊。当然感情呢，终归还是需要一定的外部危机的。所以在一次部门团建的时候呢，兄弟就带了3个异性朋友啊，是一起去的，并且个个啊都是创业的白富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两性关系里，雄性雌性的竞争其实只有同性竞争。你不要去考虑我要怎么去攻略他，你只需要去考虑我怎么竞争过他身边的那些男人，或者说怎么让我身边的这些女人竞争过他。能懂这个概念吗？当你身边都是优质女人的时候，那你自然就是优质男人，女人自然她也会产生危机，她会开始想要去主动的绑定你。就像这里啊，当天晚上呢，这个女生就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这个氛围组的这种活跃度了啊，全程都在喝闷酒。后面呢就开始倒在这个兄弟的身上，就问这个兄弟说：“哎，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跟你什么关系啊？啊，你最近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么凶啊？”啊，说着说着呢，这小女孩居然开始掉小泪珠了。所以你们能知道这个女孩啊，这个损失厌恶心理的这种重要性了吧？但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儿，就之前这个女生的酒量不是说部门第一吗？那个时候可是每次都能站到最后的哦啊，所以她这一次其实是很明显的有点带半装那个状态了。那我们兄弟肯定也很聪明啊，没有拆穿，而是把她送回了家。后续不用我多讲啊，反正关系的推进呢，不是在当天晚上乘人之危啊，我们的策略一定跟当事人当下的环境是匹配的。反正啊，我从最开始接手到2个人确定关系呢，其实整整好像就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啊，兄弟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女人她是喜欢你，一定是因为她向往你的生活，仰慕你的价值，并且是想要融入你的生命。如果你表现得非常的伟大，非他不可，那就不能怪别人去嫌弃你，因为爱情的初期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而是好好感受，精细运营。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啊、技巧啊这些，交割这里只讲人性。好，下课。